河边。张婶、陈婶、小婶，你们辛苦了。等会儿你们和我婆婆一起到瓦窑过来，我回去给你们做饭。燕传娘啊，你不用管我们，我啊一会儿回家随便吃点就行。那怎么行呢？一会儿你们都到瓦窑吃饭，我家洛洛的厨艺啊，我敢说整个长平村都找不出第二个。那怎么好意思？各位婶婶，这是应该的。那我先回去煮饭了。次日一早，苏洛天还没亮就起来，拿了背篓，苏洛先去地里把熟了的茄子摘了，只有半个背篓。苏洛就把空间里的茄子也拿出了一些来，装满背篓，才背到大炉灶那里给张氏他们。李牛刚好也送了豆腐过来，两人放下东西就直接去了县里。苏娘子，你这次来是有新菜吗？苏洛这次过来只带了2个手臂大的茄子，对掌柜嗯一声就去后厨了。苏洛做了2份，让小二拿1份去给南宫清，把另1份也让掌柜的尝尝。苏娘子，这又是你弄出来的新品种吗？小的都没见过这种食物。我新种出来的种子啊，把这个茄子加入到福满楼的菜单，我之后呢还会再写出几种不同的做法给你。哦对了，因为是季节性的食物，1两银子1斤。哦，苏娘子，那这菜的定价呢？15两。对了，掌柜的，从明日起，让福满楼采买的人顺便帮我买一些菜，每日20斤猪肉送到长平村。有茄子的话，我再让他带些茄子回来。是，苏娘子。公子，苏娘子已经走了。阿旭，你说她今日怎么不上来找我了？公子，苏娘子家今天开始建新房子，忙得脚不着地，哪还有时间跟你废话呀？南宫清转头满眼阴沉，阿旭往后退了1步。公子生气了？阿旭，今天的早饭你去和春楼吃，福满楼没你的份儿。哎，公子，和春楼的菜根本不是人吃的呀，属下可不可以不去啊？那楼都快倒闭了。要倒闭了吗？那就趁现在还没倒闭，你去吃2顿，帮扶人家一下。长平村，苏洛和李牛到时，村口的院子已经开始拆了，那些旧瓦陆续被搬下来。苏洛，你回来了。是啊，小叔，你们辛苦了，大家都辛苦了。燕传娘，我们不辛苦，我们都开心着呢。洛洛，我们饭都煮好了，菜也切好了，就等你的肉下锅了。到了中午，村长带着大家一起过来吃饭。燕传娘，你们这吃的也太好了，我们以前给别人干活的时候，能吃上碎米和咸菜就不错了，你们这还有肉。是啊，这样的饭菜我们过年过节都没这么吃过。大家吃得好才有力气干活嘛，而且这饭做得好啊，那都是几位婶婶的功劳。你们要夸就夸他们吧。苏洛下午没事儿就教燕川和易欢读书写字。杜修远几天没有来找苏洛了，刚进村就看到村民们在热火朝天的给苏洛推旧院子。不知道苏洛现在有没有空教他缝合之术，他已经练了大半个月了。苏娘子，我过来给你看看我的练习成果。好，这么多天了，你缝一个给我看看。苏洛叫2个小的先去一边玩，杜修远嗯了一声，把工具拿了出来。苏洛看着他把猪皮慢慢缝合，每一步都是苏洛教他的样子去做的。看来杜修远这段时间学得很认真啊，缝针如鱼钩，手术前拉着钩针穿梭，直到打结剪线。苏娘子，你看我练得怎么样了？不错，基础是有了，但在人的身上缝合和猪皮上还是不一样的。苏娘子，我是不是该找具尸体来练呢？苏洛点头。苏娘子，现在不好找尸体。人体的内脏你见过吗？没有。这样吧，杜大夫，明晚你来接我，我们去乱葬岗看看。我们真的要去乱葬岗？怎么，杜大夫怕了？苏娘子难道不怕吗？人只要两眼一闭，所有痕迹皆烟消云散。杜大夫，我既然说过要教你，就要把你教好，
如果连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，那还是不要学了。苏娘子，不就是乱葬岗吗？全是死人而已，我不怕。好，咱们明晚就去。晚上，娘三人又去了村头，吃完晚饭才回来。苏洛先去旱地里摘茄子，其实没有几个大的了，他从空间拿出半筐，才又装满背篓。等明天福满楼的小二过来时，就可以带回去了。次日一早，张婶和刘芳芳他们就过来了。苏洛留赵如云来看两个还没睡醒的小家伙，自己背着茄子去了村头。等福满楼的小二拉菜过来，苏洛就把茄子放到他的马车上，让他带回福满楼。苏洛，你那个茄子不拿来做菜吃了吗？小婶，我拿去卖了。你们家的茄子熟了的话，也可以拿去卖。赵如云给了刘芳芳20多株茄子苗，现在也开始熟了。苏洛，可我们都不知道拿去哪里卖啊。你们要是不知道，也可以称好拿过来给我，我帮你们去卖。洛洛呀，你那个茄子是怎么卖的？多少银子一斤？我卖给福满楼的，和李牛卖豆腐一样，但茄子只有这一个季节有，所以是1两银子一斤。1两银子一斤？你们三个在说什么呀？什么1两银子一斤？啊，没什么没什么，我们在说茄子的事儿。等明年留种多种一点儿，给你也种上。小婶，你要镇定啊。刘芳芳连忙点头，眼里全是激动的神色。福满楼里，南宫清拿着2个茄子已经看了半天了。公子，你都看了半天了，要不让属下拿去后厨做茄子夹肉吧？南宫清拍开阿旭伸过来的手，继续翻看地名志，看看有没有个别地方记录过这个茄子。公子啊，苏娘子都说了这是个新品种，你在书上找不到的，还不如让我拿下去换银子。阿旭，你不觉得苏洛每次都能弄出来新东西吗？豆腐是由黄豆加工而来的，可以理解，可这个茄子又是哪儿来的呢？苏娘子弄出什么来都不奇怪，奇怪的是公子你。南宫清写了一封信交给阿旭，你把这个寄到京城，还有这个茄子，还有等过2日我要去长平村一趟，不管苏洛是从哪儿弄来的茄子，种子一定要让他留起来，到时候可以发展全国种植，也算利国利民。傍晚，杜修远就驾着马车来到长平村。婆婆，如果顺利的话，我就回来的早一点；如果不顺利，要明天才回来。你们小心一点，找不到药材就回来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婆婆。去那种地方，苏洛选择晚上去也是有原因的。第一，就是锻炼杜修远的心态；第二，白天可能会有人运尸体去那里丢，被人看到2人在那儿研究，可能会被说是妖魔，激起群众恐慌。月亮高挂，树林里全是乌鸦的嘶叫，还有腐烂的气味偶尔会随风传来。杜大夫，是不是快到了？前方的路马车进不去，只能步行。杜修远每走一步都觉得空气又变冷了一分，还是那种干冷。杜大夫，挑一个刚死不久的。苏娘子，这个怎么样？苏洛走到杜修远身边，看他指的那具尸体，把油灯放在斜的快要倒的墓碑上。苏娘子，这个人好像是被勒死的。不是勒，是上吊，就他吧。原来是自杀呀。杜大夫，今夜我们学习人体内脏，你要记好了。由心脏到肝、胆、胃，每一个器官苏洛都拿出来讲了一遍，最后才让杜修远还原回去，看着他再次缝合。苏娘子，好了。你的缝合之术小有所成，但这只是最简单的医疗手法，不可得意张扬。是，徒弟谨遵师父教诲。苏娘子，这个小厮怎么办？这个小厮也算是为你的学术生涯做了贡献，把他埋了吧。是。杜修远亲自给他整理衣物，就算死了也让他走得体面。把外衣给他穿上时，杜修远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厚厚的，
拿出来一看，居然是一封用布条写的血书。苏娘子，你看这里有东西。杜修远把布条递给苏洛，苏洛提灯靠近，才看清上面写的字。上方写着：我叫黄宝，是德良县徐员外家的小厮。徐员外70多了，老弱多病，听信道士妙言，只因我的生辰八字对得上，强行让我给他冲洗，欺我辱我，我只有一死方能解脱。今日血书一封，定到阎王那儿状告徐天河。看完这个，苏洛和杜修远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变态！苏娘子，这个徐天河我听说过，家里有些田产，不过人品却不行。这个小厮遇上他，只能算倒霉了，也是个可怜人呐。两人挖了有半个小时的坑，才把这个叫黄宝的给埋了。回到长平村时，天还没亮，这一觉睡到了下午才起。在来长平村的路上，南宫清催着阿旭：阿旭，你快点，再快点。阿旭驾着马车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，县令的马车都还在后面呢。南宫清看着手里的回信，这是南宁大司农给他的信，快马加鞭叫人送来的。这信里只写道：茄子可食，新物种务必留种，待来年发展性种植。为了南宁全国多一种食物，南宫清就怕自己去晚了，苏洛又摘来卖，到时候种子又减少。公子，这马就算打死了，也只能这么快。等到了长平村村口，看到村民们正在努力地修整地基，2辆马车停在那里。县令大人，不知您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啊。哎，李村长客气了，本官是陪南宫公子来的。李村长，苏娘子呢？苏洛他和几个妇人去河边洗菜了，你们找他有事的话，我带你们去。麻烦了，请。苏洛和几人已经把菜都洗好了，正要去做晚饭，转头就看到了南宫清他们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我来找你有重要的事情。到底是什么事情能把你急成这样？是关于茄子的事情，这事还是江县令和你说比较好。苏娘子啊，是这样的，你最近卖的茄子是本朝的新鲜可食用品种蔬菜，上头知道了，想把你这个种子留起来，明年给全国种植。县令大人，既然是为国做贡献，那我也要说清楚，是无偿呢，还是有偿？这个……江县令看向南宫清，这个全是南宫清口谕传来的，没有明确的圣旨和旨意，江县令也不知怎么作答。我来出银子，和你给福满楼的价格一样。现在可以带我们去你的地里看看茄子了吗？苏洛在前面带路，带他们到村委他家的旱地里面去。苏娘子，你只有这些吗？我家只有这些，不过村长家还有我小叔一家还有一点。几人看向村长。是，我家那几株也是苏洛送给我们种的，如果朝廷需要，草民愿意全部拿出来。苏娘子，这茄子以后就不要摘来吃了，全部留下做种子。种子我可以给你们留，但全部留的话，你们也未必种得活。什么意思？南宫清，这个物种是我种出来的，它不是所有果实都适合做种子，就好比我手上这2个，看着它们个头饱满，但是它们是早期长出来的，要是一直把它们留在树上，那后面的茄子就长不好，而且营养不够，它们的种子就种不出来，乃至于全株就都没用。苏娘子的意思是，前面长出来的茄子只能摘来吃，到最后的那一茬才能留下来做种子。这一个茄子就够2家人种的。我知道你是为国为民心急，可有些事情是急不来的，你要是盲目的去做，只会弄巧成拙。江县令也觉得苏洛说的有理，长平村有此人在，将来这里一定是个福地啊。苏洛研究出来的杀虫药水上头还没有赏赐下来，等今年丰收后，怕是他的地位就会不一样了。公子，苏娘子说的没错，
我也懂一些种植，确实不能太急啊。那苏娘子能留多少种子就留多少种子，我来出银子。还有村长，你和陈平安也说一声。是。送他们回去的路上，苏洛又开口道：南宫青，你到底是个什么身份？连县令都对你恭恭敬敬的，还有我种出来的物种朝廷怎么会知道？我就是个小人物罢了。看来南宫青是不会轻易让别人知道他的身份，也不知道他来永乐县到底是做什么。苏娘子你呢？识字懂医吃药，还能种出新物种来，与这长平村格格不入。你真的有个师傅吗？有啊，南宫青，我下次要是再种出新物种过来，你能不能和我商量了再让别人知道？就像这次，我感觉像是我的东西被抢了一样。不好意思，是我心急了。主要南宁物质匮乏，我只想让它更好些。不过你刚才说你还能种出别的植物，可如果是这样，这些东西的种子又是何来？怎么，南宁这么大的国家，没有专门管理农耕的官员，他们不会培育吗？培育？我查有大司农一职，专门管理农作物的税收和派发种子。就比如这个茄子，今年把种子收到官府里，明年由大司农分发给各地种植。苏娘子，你刚才说的培育植物是怎么培育的呀？说出来，我也想听听。培育呀，简单来说就是让植物发生改变，从而产生另一种植物。而植物的演变主要分为两种，一种是时间久了的变异，还有一种是人工培育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阿旭和南宫青听懂了，又好像没听懂，每个字都知道意思，可连起来就让他们发懵。还不懂啊？那我就简单的举个例子。培育就像我手中的这两种不同的植物，我让它们成亲生子，那它们生出来的植物就会形成一个新的物种。这下你懂了吧？植物还能成亲生子啊？阿旭，我们不在一个层次上，你还是好好练武吧，保护你家公子吧啊！5日下来，旧院子已经全部推倒处理好，范高岑也如约而至，把青砖还有木梁柱运来。一晃就到了7月底，又到了苏洛来分红的日子。他要先把银子拿到手了，晚上再去给村民们发工钱。我算好了，你们要不要再算一遍？不必，本公子相信你。不过南宫青又把另外一本账本给苏洛。这个是福满楼每日帮你买的菜和肉，你自己核对。既然这样，那我这个月的分红就是4500两，再加上360斤的茄子，就是360两。卤料包200包又是600两，一共是5460，减去我的菜银18两，就是5442两。阿旭也分了1000多两，两人伸手到南宫青面前，同时开口道：给银子。南宫青给苏洛5张1000两的银票，4张100两，还有60两的银锭子。南宫青，和你合作很愉快啊。苏洛，你上次说的还能培育出新品种可食用的植物来，现在有什么想法吗？对了，能在秋收后还可以种的东西啊，非大白菜莫属。我知道有一种植物，它只生长在北方，如果你有能力找过来，我就能培育出一种适合冬季的菜。什么植物？胡精。现在南宁天没这么热了，把它弄过来的话应该是能活。我用它和我们这儿的云台授粉，就能得到一种新的菜，个大菜嫩，是冬天必备菜。吴京北凉才有，南宁与北凉战事连绵不断，不过想办法弄几颗活的吴京回来倒不是难事。那好，只要你能够弄来，我家瓦窑的边上就有几棵野生的云台，到时候我好好培育，会成功的。公子，你要为了苏娘子去北凉吗？真要去找那个什么植物过来和云台成亲啊？云台不就是个牛吃的野菜吗？阿旭，国师说的福星降临，或许我们找错方向了。怎么可能错？一定就在永乐县的这些婴孩当中。也许我是想多了，也许福星
真的不在小孩之中。苏洛先到钱庄，把200两银票换成了碎银和铜板。回到长平村的时候，赵如云他们已经做好了晚饭，让村长把村里人干活的记录给苏洛看。苏洛，这就是20天的全部了。村长辛苦了。这不对，苏洛，我才跟你干20天的活，你给我600文就成，我不能多拿。村长，你帮了我很多，这是你应得的。不，你这样子，明天我就不来了。村长说什么都不要，苏洛只好又重新给了他600文。几位婶婶，先把手里的活停下来，我先给你们算工钱。张婶做了20天的饭，1天15文，就是300文。张婶，你点一下。好嘞。小婶，一样是300文，不过你这个月卖的茄子是我帮你卖的，一共是50斤，可对？对，我都记着呢。那小二每天都给我们称的，就是50斤。小婶，这50两是给你，还是给我小叔拿着？苏洛，你还拿你婶来开玩笑了？陈平安一个粗汉，当然是我拿着了。陈婶，你的茄子是有58斤，这58两是你茄子的银钱，这个300文是你的工钱。几人收到银子，一直都笑得合不拢嘴。婆婆，这是你的。我就不用给了，洛洛，你还是留着。你之前给我的银子我都还没花呢。婆婆，我给你的是我给的，这工钱是你赚的，和我给的不一样。可是洛洛，拿着吧。现在他们每个人都收到了工钱。苏洛让村长把人都叫了过来，听说要发工钱，大家脸上全是笑容。大家不要着急，一会儿叫到名字的，你们再上前来，大家都有。村长，我们不急，我们都等着呢。是啊，等发了工钱，我就能给儿子买布做新衣裳了。大家安静。陈平安，我在。小叔，你做满了20天，1天是30文，那就是600文。小叔，600文你拿好。谢谢你，苏洛。陈平安拿到了银子，兴奋不到2刻。刘芳芳一个眼神，他就只能把钱乖乖地交给刘芳芳。主要陈平安太老实，只要2人一有点银子，陈大志就会来借。陈平安又拉不下脸来，每次都把银子借给陈大志。过后他和罗梅都忘记，也没有还他们，陈平安也不好意思开口去要。下一个，王建兴，你也是600文。李兴旺。半个时辰，苏洛才把工钱发完。范高岑请来的瓦工和木工，他自己给人发工钱。苏洛只负责村里人的工钱，其余的包给了范高岑。4000两全包。走到范高岑身侧，苏洛让他吃完饭到瓦窑来找他。苏洛也随便吃了点饭，就去找李牛了，把豆腐银钱也和李牛结算。李婶，李大叔呢？燕川娘，你快进来坐，你李大叔在家里呢。李大叔，我今天是来跟你结豆腐银子的。燕川娘，这么急做什么？福满楼每日都给我们结，我们又没有急着用银子的地方，你要是手头紧的话，可以过后再给我们。是啊，言川娘，你李婶说的也是叔想说的。李大叔李婶，我有分寸，但我跟你们开口的时候，我绝对不会客气的。不过该给你们的，我有银子就先给你们。你这人怎么就这么执拗呢？1天是10斤豆腐，你们2个人照顾我，1斤30文，1天就是300文，20天就是6两银子。是的。苏洛把6两银子给了李大叔，才回瓦窑。回来时就看到范高岑已经等在那里了，燕川坐在范高岑对面，一老一小，不知道2人在交谈什么。娘，你回来了。你们在做什么啊？我们在待客呀。哥哥说娘你不在，理应要他来接待客人。不错，你们很棒。娘，范大师来了。川川乖。苏娘子，你这儿子不简单呐。
哈哈哈哈哈！小儿愚钝罢了。范大师，做主梁柱的木材你找到了吗？苏娘子，主梁的木材是金丝楠木最好，不过金丝楠木的价格是所有木材中最贵的，如此一来，建这个房子的成本就会提高，用普通木材的话就会便宜一点。当然了，我只是给你个建议，用什么木材决定在你。好，就用金丝楠木，这个成本我出得起。我在安长洲那里有一位好友，楠木他有办法弄得到，只要银子一到，他就能给我们拉来。好，我上次只给了你800两，这次我再给你1000两。冬季来临，我要看到新房子。范高岑收了苏洛的1000两银票，又写了收据给他，这才道：苏娘子放心，只要不下雨，你的房子我会在最快的时间给你做完。不过才2日时间，陈平安和刘芳芳下工回到家，就看到了4个他们不想看到的人。哎，三弟，你们回来了，三弟。芳芳啊，你们回来了，快开门让我们进去，我们都还没吃饭呢。大嫂，你们一家还没吃饭就先回去吃饭，和我说也填不饱肚子。三婶儿，你怎么把客人往外赶？我们来你们家就是客人，你们难道不该给我们做饭吗？陈平安被陈大志拉到门口，等门开了，几人一起进去，陈喜鹊走在他们后面。刘芳芳还没进门，陈喜鹊就用脚把门给关上了，好像这里是他们的家一样。大哥，你们有什么事儿还带上孟青，一家子都来了。三弟啊，大哥这次是来求你帮帮孟青的，孟青遇到困难了。怎么回事？孟青出了什么事儿了？老三呢，就是出事儿了才来找你的。老三，大嫂都打听过了，你和芳芳不是刚从苏洛那儿领了工钱回来吗？你领了600文，芳芳那儿也有300文。我们呢，是想来先和你们借过去，让孟青去找活计时打点1、2。借钱没有？要命我们家还有3条。哎呀，弟媳啊，我们话还没说完呢。你先去给我们一家做饭，这饿都饿死了。小叔，平时我也不求你什么，这次是真的有难了才来和你开口。我认识一个掌柜，只要我给他一点好处，他就会让我去和春楼当账房，那可是个大酒楼啊，工钱是之前的10倍不止。这样啊，可是我们也没有多少银钱，这样的大掌柜也看不上我们的几百文呢。几百文当然是不够的，芳芳没有叫苏洛还你们那2两银子吗？你们家再凑凑，借个3两银子给我们。小叔，只要我能去和春楼当账房先生，今日借你的银子，我来日还你2倍。陈梦清都打听好了，和春楼的账房先生1个月能有5两的月银。5两啊，也不知道之前的账房先生为什么不干了。小叔，我哥哥都这么说了，你还不抓住机会，把家里所有的银子都拿出来，把能卖的东西也卖了，到时候我哥2倍还你们，你就能多出1倍的银子，别人还没有这个机会呢。刘芳芳回到房间里，把所有的银子全部放进自己的身上来，一会儿他就找借口出去，大不了他就叫苏洛帮他拿着。大哥，孟青，不是叔不帮你们，是叔也没有银子，笑笑身体也不好，叔还想把这几百文的工钱拿去给笑笑看病呢。小叔，笑笑的病你以后再去看，现在就算你去看了，知道是什么病也没有银子治，不如先借给我，到时候我2倍还你时再去看，岂不是更好？孟青，叔婶是真的没有银子帮你，你们还是想别的办法吧。小叔，你帮我哥这一次，我哥又不是不还你。老三，你还是不是我弟弟啊？你们家现在连个儿子都没有，将来还要指望孟青给你摔碗，你可想好了？我老三呐，你们这是以小钱赚大钱，快把银子拿出来呀！陈平安，你今天要是把银子借出去，明天我就让你给我和笑笑摔碗，滚开！
刘芳芳心肺都要炸开，牵起6岁的陈笑笑就往家门外走去。媳妇儿，芳芳，你去哪儿啊？你还没给我们做饭呢，你回来！老三，你别管女人了，他们只会说气话，你痛快点儿，到底借不借银子给孟青？小叔，你就帮帮我。好了，大哥，我跟你实话实说，我们家的银子现在都是芳芳在管，她不借你们就是不借。你们是我大哥大嫂，我的侄儿，你们难道是想看到我妻离子散吗？谈什么亲情？我还是不是你三弟了？要是芳芳出了什么事儿，活也不活了。你们走，走。那个三弟啊，这事儿你和弟妹好好说说，大家都是一家人嘛。滚出去！刘芳芳牵着陈笑笑来到瓦窑，来到这儿，她才能透口气。小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和小叔吵架了？唉，一言难尽呢。芳芳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苏洛二嫂，刚才大哥一家他们来找我们借银子了，我现在跑出来，就你小叔一个人在那里对付着，还不知道他会不会又被陈大志忽悠去，把我们家家底都给摆出来。小沈，小叔还是顾家的，他不是一个没有分寸的人，对于你和笑笑的事情他是在意的。是啊，芳芳，你要相信平安。陈平安要是敢来跟我要银子，我就跟他和离，再也不管他了。小九娘，我不要和离。小九娘，芳芳，我错了，我没有借银子给大哥，我把他们都给赶走了。你信我，我真的不会再借银子给他们了。真的？真的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小九娘，以后我们家的银子全部你说了算，你就不要再生气了。我还是生气。话语与嘴角的轻笑不一，陈平安就知道媳妇儿原谅了他。看到苏洛和赵如云都看着他，陈平安有点尴尬地坐下来。小沈，我就说小叔是个有分寸的，你还不信？苏洛，我感觉孟青为了要去和春楼当账房，锲而不舍的样子，不知道还会做出什么事了。你可要小心了，很有可能他们会来找你借银子。他们不敢。你们还是要防着一点。坐了一会儿，陈平安就抱着陈笑笑带他们一起回家去。直到第2日，苏洛才发现他真的低估了陈大志不要脸的程度。看着站在他身边的父子，苏洛真是大开眼界。弟妹，我爹是真心想来你这儿做伙计的，你就给通融通融。然后呢？弟妹，是这样啊，我爹来你这儿干活，每个月也有几百文钱。我现在有事儿，想和你提前支出10两银子，然后你每个月扣我爹的工钱来还，好吗？怎么，你也愿意？愿意啊。陈梦清，我这里人已经够了，而且我也刚发了工钱，没有银子，你们还是不要从我身上打什么主意了，自己去想别的办法去吧。苏洛头都不回地走开，这一走让一旁的陈大志和陈梦清不知所措。你看看，他这是什么态度？好了爹，我就说过这个方法苏洛是不会同意的，你还拉我过来，丢死人了。陈梦清转回家里去，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办法。8月15这天原本是中秋节，但在南宁国好像这一天对他们来说就是个普通的日子。花好月圆夜，苏洛让燕春和易欢去村头玩，因为赵如云也在那里给工人们做饭，苏洛就不用太担心2个孩子。下午时，他在瓦窑准备今晚的团圆饭，让一家人吃好，还有零嘴儿也备一些，夜晚就可以一家4口好好的谈心赏月。苏洛满心期待，却不知村头发生的一切。燕川拿着签字文坐在灶房看书，赵如云进进出出都能看到他。
易欢和陈笑笑牵着花花去玩去了，他们两个和村里的几个小女孩一起玩躲猫猫。每次到易欢去找小伙伴时，他牵着大黄狗花花一闻就能立马找到人。笑笑小姑，我看到你了，你出来。阿娇、妞妞、鲜花，我找到你们了，你们躲在柴垛里。易欢，你不能用花花来找我们，你作弊哦，这次不算。易欢，你要自己来找我们，不然我们就不玩了。那好吧，我再重新找你们一次，这次不用花花找。易欢把花花的狗绳绑在别人家的墙角树桩上，闭着眼睛数到100。陈喜鹊在村头蛰伏已久，他们家事事不顺，全是苏洛害的。既然苏洛他收拾不了，那这个小的他还收拾不了吗？看着易欢把大黄狗都给绑在一边，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。苏洛，我陈喜鹊一定要让你后悔不听我的话。你们藏好了吗？我来找你们喽。陈喜鹊见此，故意弄出声响，吸引易欢过去。易欢听到身后不远处有声音，小嘴笑着就跑了过去。花花似乎感觉到不对劲儿了，一个劲儿的汪汪大叫，想要去阻止易欢，奈何自己被绑了起来。花花，你别叫了，不然他们又要说我作弊，你乖乖的。陈喜鹊用一个石头丢到更远的地方，易欢只能跟着声响去找。出了村头，这里一个人都没有。笑笑小姑、阿娇、妞妞、鲜花，你们在哪儿啊？小小的身影完全不知道危险正在靠近，直到陈喜鹊用手捂住易欢的口鼻。你娘不是很厉害吗？叫她来救你啊！落在我的手里，我要让你们生不如死。陈喜鹊把易欢拉起来，丢在村里人用来拉粪的独轮推车上，往村外而去。苏洛做好饭菜，已经接近黄昏，他要去村头接赵如云和2个孩子回来吃饭。婆婆，燕川，我们回家吃饭了。易欢呢？易欢在外面玩呢，燕川去找找。燕川哦了一声，就出去找妹妹了。洛洛，今天怎么自己做饭了？多浪费啊！今天是团圆的日子啊，我们一家回去吃团圆饭。陈笑笑见到苏洛，立马过来拉住苏洛的衣角，告状道：嫂嫂，易欢太坏了，他躲猫猫都不来找我们。这样啊，那笑笑知道易欢去哪儿了吗？不知道，易欢不见了，连花花他都不要了。娘，妹妹我找不到，我只看到了花花，她被绑在屋檐下，一直叫着呢。这孩子到底去哪儿了？婆婆，易欢不见了，你快去村里找找。我这就去。洛洛，你别太担心，说不定欢欢在谁家里玩呢。苏洛，我们也帮你一起去找，你可千万不能心急慌乱呢。刘芳芳安慰苏洛。村里不大，加上张秀娟，4个人分开方向去找。一炷香的时间，几人都回来了，也没有找到易欢。苏洛，村子都找遍了，没有看到人。娘，这事儿都怪我，是我没有看好妹妹。洛洛，婶婶们，你们帮我去叫建房子的人一起去找，全部都要找，不管是路边还是田里、水沟或者是山上，都要去找。好好好。几人立马去叫人。心口起伏闷痛，苏洛在想易欢能去哪儿呢？花花也一直汪汪大叫，还围在苏洛的脚边，嘴里咬着苏洛的衣角。苏洛看着自己家的大黄狗，对了，花花和易欢最亲，他会不会知道易欢在哪里呢？花花，你知道易欢在哪儿吗？你能带我去找他吗？苏洛这样说着，花花原地转了几圈，然后汪汪地往门外走去。苏洛跟着他一路走走闻闻，居然出了村。走着走着，居然就走到了县里。苏洛以自己最快的速度跟上花花。
在这里气味混杂，花花明显速度慢了。又转了半炷香的时间，直到花花在一个灯火通明的楼前停下，门口还站着6、7个歪歪扭扭的女人，还有进进出出的男子，劣质的胭脂水粉味扑面而来。苏洛抬头就看到了红楼2字。哎呀，哪来的狗啊，快把他赶走，吓死奴家了。娇娇别怕啊，哥哥这就替你把他赶走。哎，哪村来的村妇啊，带着你的狗滚一边去。苏洛不退反进。为了找易欢，苏洛管他是什么地方，他是相信花花的，就算是这里没有，他也要进去闯一闯。南宫清和阿旭刚好从福满楼要回到他们的住处去，不经意的那一瞬间，好像看到苏洛闯进了红楼。公子，我好像看到苏娘子去了红楼，而且看那个样子，那气势像是要把红楼给掀了。快去看看，别让他受伤。哪来的村妇，也不看这里是什么地方你就敢闯，不要命了是吧？我只是来找人的，不想管你们的事。小娘子，你男人要是不听话，等回家就关起门来管，来我这儿就得按我的规矩来。那是你的，管不了我。苏洛不屑一顾地开口。这时花花好像有了反应，拉着苏洛就要往红楼的后院而去。苏洛，你没事吧？你来这儿干嘛？易欢不见了。见老鸨想跑，苏洛一个飞身就抓住了他的后衣领，把匕首抵在老鸨的脖子上。别动！你们是谁啊？敢来砸我的红楼，我要到官府去告你们。好啊，你去报啊，到时候让官府把你这红楼也一起查查，看看是我的罪大还是你的罪大。我说过，我来这儿只是找人，你别逼我杀人。我问你，今天你们这儿是不是收了一个5岁的小女孩，头上扎着2个小丸子，系着红色的发带？哼，找小孩啊，那可多了。我这儿每天都有被父母卖掉的小女孩，谁记得你说的是哪个？人在哪儿？在后院。阿旭，你帮我看着他。苏洛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南宫清怕苏洛还会遇到危险，一路都跟着他。花花的叫声越来越大，跑得也越来越快，跑到一间乌黑的老砖房前才停下来，2个前提不停地想把墙给抠下来。易欢难道在里面？房间的门是在外面用锁锁起来的，苏洛捡起一个石头把锁给砸了。锁开的那一瞬间，苏洛推开房门，花花第一个冲了进去。花花，易欢抱着花花转头才看到苏洛。娘，娘，欢欢别怕，娘这就带你回家。娘，欢欢不怕，欢欢没有哭，欢欢知道娘会来救欢欢的。走，欢欢。来到前厅，苏洛把易欢放下，走到老鸨面前，怒道：说，谁把我女儿弄到这儿来的？后院买进来的，我哪知道是谁，只听说是他的姐姐卖的，说家里吃不起饭了，就把她给卖了。姐姐，看来卖掉欢欢的是个女子。卖身契给我看看，拿来。让你拿来就拿来，不然本公子明天就让你这红楼夷为平地。老鸨把卖身契颤颤巍巍地拿给苏洛，在看到卖者名字的那一刻，苏洛把卖身契都给揉碎了。陈喜鹊。娘，是陈喜鹊用手这样不让欢欢呼吸，欢欢就晕了。出了红楼，南宫清让阿旭把马车拉过来。苏洛，我送你们回去。谢谢，今天谢谢你。谢谢叔叔。回到瓦窑，苏洛把易欢放在他的床上，用热水给他擦掉脸上的脏东西。欢欢，都怪奶奶没有看好你。婆婆，这和你没有关系，
有心之人就算是你看得再好，他也会找机会下手的。娘，燕川也有错，没有保护好妹妹。洛洛，你和南宫公子是在哪里找到欢欢的？在县里，欢欢被人贩子拐走，是花花闻着气味把一环找到的。洛洛，我们要不要报官呢？这些人贩子太可恨了。不用，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。你们吃饭了吗？我们哪里吃得下？走，先去吃点东西。今晚的团圆饭食之无味啊。苏洛收拾了一下，躺在床上。陈喜鹊是吧？既然你想让我的欢欢在那儿见不得人的地方受苦，那我就让陈喜鹊一辈子痛苦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不然难解我心头之恨。第二日，陈喜鹊听到罗梅从外面回来，一脸的喜笑颜开。娘，你捡到银子了，这么开心？娘，你有银子了？没有，我听到了一个比捡到银子更开心的事情，心情自然就好了。是什么事情？说来听听。赵如云那个孙女儿被人贩子拐走了。娘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能说什么？就是陈奕欢被拐走了呗。那妮子命真硬，可惜还是被苏洛找了回来。不过他家遭了罪，我就能开心一整天。找到了？怎么会找到呢？苏洛一个女人，居然去红楼那里找吗？那她不怕被打死啊？快一个早上过去了，以苏洛的性格，怎么还不来收拾他呀？苏洛从来都是有仇就当场报的。喜鹊，想什么呢？娘叫你都不理。娘叫我什么？你这孩子今天怎么回事？我没事啊，你们刚才在说什么？妹妹，哥哥的意思是想让娘给你先找个夫家，然后把聘礼借给哥哥应急，等哥哥发工钱了，一定还你3倍。随便你们。现在找不好，如果等秋收后再找的话，聘礼还会多一点，多几条稻谷也是好的。喜鹊，你说呢？我不舒服，先回房了。梦清，娘怎么感觉喜鹊有点不对劲儿啊？陈梦清心里也有事儿呢，哪里管得了陈喜鹊的事儿啊？陈喜鹊回到他的房间，从箱子底下掏出10两银子来。卖了陈奕欢得到20两，是他和红楼后院的人平分，那人才帮他一起把人卖进去的。可现在突然觉得这银子好烫手啊。中午了，苏洛怎么还不来打我？到了晚上夜里，陈喜鹊一夜都睡不着。到了第二天清晨，困得受不住了，陈喜鹊才眯了一下。罗梅听到声音，赶紧进来看，发现陈喜鹊什么事情都没有，放心道：救什么命啊？是不是做噩梦了？是苏洛他要杀我！娘，苏洛他要杀我！苏洛他敢？他要是敢杀你，你娘我第一个跟他玩命。娘，苏洛今天来咱们家了吗？没有啊，他来咱家干嘛？找骂呀？他到底知不知道是我卖了他的女儿？一天下来，苏洛还是没动静，这太安静了，一度让陈喜鹊觉得这种安宁就像暴风雨欲来前的平静，可怕至极。这2天，苏洛一直在陪着奕欢，什么都没干，就算去村头吃饭，也会把奕欢带在身边。婆婆，我今天要去县里一趟，你看好燕川和奕欢。好，你去了早点回来。苏洛是搭着福满楼小2的马车去的，每天早上他都会送菜来长平村。来到县里，苏洛没有去找南宫清，也不去惊动杜修远，他自己去找了一个车行，租了一辆马车和车夫，让车夫带他去德良县。从永乐县去德良县要1个半时辰，到的时候已经中午了。
马车驾到一个大宅院门前才停下，门匾上笔力卓绝地写着徐府2字。他今天来找的并不是这徐府的主人，还是一个道士。苏娘子，我就在外面，你有什么事可以叫我。我正好有个事想你帮忙。看到那边那个徐府了吗？你把这10两银子给看门的那2个家仆，请他们进去帮我把虚空大师给约出来，说我有一个大生意要跟大师谈，剩下的1两银子给你。谢苏娘子，谢苏娘子。大概2炷香的时间，在车夫的牵引之下来到苏洛的包间。是位小娘子啊，既然找老道，为何不在门口迎接呀？大师日夜在三清真人面前侍奉，对我等无知的妇人，难道不是更应该包容吗？虚空大师请坐，要一起用午饭吗？不用。小娘子贵姓？哪里人呢？找老道谈什么生意？是做法呀，还是看风水啊？我姓什么不重要，也不是来找你做法事的。那你找老道做什么？苏洛把一张生辰8字递给虚空。你是徐员外的保命真人，我不过是帮徐员外再找一位新娘冲喜而已。这8字的人才18岁，徐员外都70好几了，这害人的事儿有损阴德，这个老道无能为力呀。大师，谈生意嘛，还是要先看利益。福生无量天尊，这是损阴德的事儿，老道做不得呀。如果此事成了，我再给你下100两，如何？虚空内心早就激动坏了，没想到眼前这个女子出手如此大方，一下就是200两。他在徐府不愁吃穿，可所有的金银来源都是拿丹药和徐员外换的。要是员外死后，他可就无法在徐府待了。但得到苏洛的这笔银子，回道观去，他也能安享仙寿。福生无量天尊，恕罪。好一会儿，虚空都没有再听到苏洛说话，而是他自顾自地吃起了饭来。苏洛吃完饭，虚空也没有反应，不走也不说话。看来200两银子还不够啊。虚空大师，黄宝你还记得吗？黄宝不是死了吗？黄宝死后被遗弃在乱葬岗，他自尽之前还写了一封血书，要不是这封血书，我也不知道虚空大师你的存在啊。血书呢？血书给我，上面都写了什么东西啊？血书上记录黄宝是如何被害，又是谁给徐员外出的主意，说得很详细。虚空大师，我们现在能来谈谈我刚才和你说的生意了吧？你到底是谁？想干什么？我只要这个人痛苦，最好能和徐员外同生共死。你威胁我？这怎能算是威胁呢？我报我的仇，你赚你的银子，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？老道要是帮你把这事儿办成了，那封血书和事后的100两，老道要亲手收回。没问题，我等着大师你的好消息。苏洛把陈喜鹊的情况全都告诉虚空大师，家住哪里，家里有几口人等等。徐府内，当天夜里，徐府内的一口废井突然就炸了。怎么回事？这井怎么就突然炸了？这他娘谁干的？说话的是徐员外的女儿，40多岁，表面孝顺，内心其实每天都盼望着老父亲赶紧死，他才好继承徐府的家业。哎呀，不好，大凶啊！大师，是要出什么大事了吗？福生无量天尊恕罪呀，天机不可泄露，天机不可泄露啊！大师，我们回去说。大厅里，徐员外和他的女儿徐莹坐在椅子上，看着一脸恐惧的虚空。
大师，你刚才说大凶是什么意思啊？具体是什么，老道不可说。不过看在徐员外待老道情谊之深，老道我就是折损几年阳寿也要透露。老道算出徐家将有大难，不但有血光之灾，100年基业也要毁于一旦呢。再具体的，老道就不能说了。今夜的所有东西都是预警。复生无量天尊恕罪，弟子多言了。哎呦，这么严重啊！虚空大师，你可有算准了？真的家业全毁？员外，徐娘子，老道从不作假。家畜的六感最灵，你们看看今夜变成什么样了。员外的鹦鹉又是何等灵性，现在和疯了一样。老道说的你们可以不信，但这些怪异的动向又怎么解释呢？还有一事，老道要和徐员外告辞了，回道观清修。凡俗的事情都与老道无关。大师，难道就没有化解危机的办法了吗？虚空拿出龟壳出来，摇着里面的古币占卜，算了快半个时辰，闭目狰狞，表情如和天道在拉扯一样，良久才道：解出来了，有一个解法可化解这次徐家的危机。虚空大师，你快请说。是啊，大师，请救救我们徐家。老道算出长平村有一女子，今年刚满18，出生那日正处于8月16，明月高挂，与员外的八字正好一阴一阳，形成八卦正气，正好能抵得了这次的灾难。但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要把这女子娶回家，她就不得离开徐府半步，也不能离员外太远，不然八卦正气一破，徐家会遇到什么就不好说了。只不过给老爹娶个女人回来而已，徐莹觉得这个简单多了。等老爹一死，那女人就给他老爹陪葬，不就再也破不了这八卦了？而徐员外一听虚空说对方才18岁，眼神都润色了起来。18好啊，阿莹，这件事儿你明天就和大师一起去办了。是爹，女儿一定不会让我们徐家有危机的。第二日一早，苏洛在长平村口就看到了一对穿着喜庆的人，前面还有媒婆。这位娘子，请问陈家大房怎么走啊？张秀娟给他们指了指去往陈大志家的路。哎呀，快到了，谢谢你啊。赵氏，你刚才看到了没？那媒婆要去陈大志家，一定是给陈喜鹊说亲的。看那样子还是个大户人家，怎么就看上陈大志家的那个？可惜了。人各有命，谁知是福还是祸？苏洛坐在一边和刘芳芳他们一起切菜，也听到了张秀娟的话。哎呦，没想到虚空那老道动作还挺快的，一夜之间就把这事儿给办成了。陈喜鹊，你想毁了一欢，那我就毁了你。陈喜鹊在家里烦忧，苏洛这么多天都不来找他的麻烦，他觉得应该没事了。直到媒婆进门，罗梅让他回房间里待着，这种事情他不好参与。什么？78岁？你们统统给我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我娘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不行，我要自己去弄清楚。陈喜鹊来到主屋门外，靠在墙上听他们的动静。孟青娘，你冷静一点，有什么话咱们好好的说。哎呀，你们先别这么激动嘛。徐员外虽然年纪大了点儿，可是会疼人啊。最主要的就是徐家家财万贯，你们女儿嫁过去就是去享福的，在家有下人伺候，出门3步有人抬，比起嫁给种地的，这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日子。
还有这聘礼礼金，徐家可是相当有诚意。这徐员外身体也硬朗，膝下只有一个女儿，你们家小女嫁过去，要是来年再生了个儿子，那整个徐家就是他们娘俩的了。你们说说，这样的好事去哪儿去找呀？荣华富贵谁不想啊？光听到这些，陈大志和陈梦清就先心动了。就算妹妹嫁过去几年，那徐老头死了，整个徐家的家产都是妹妹的，而我们也会跟着成为人上人，在这个小小的长平村内，还不任由我们家呼来喝去。媒婆，那徐员外真的要娶小女不可？哟，这看你说的，徐家要是没那心思，叫我过来做什么？你看看这布匹，还有这田契，你看人家多贴心啊！这5亩田还是永乐县附近的，不就是特意挑给你们的吗？还是你们家有福气。爹娘，我觉得这门婚事可行。我觉得也不错。你们2个是被祝英蒙了心了吗？你们这是要喜鹊的命。那徐员外是什么人咱们不知道，光是他70多岁的年纪就能当喜鹊的爷爷了，而且还不是续弦，是要你妹妹去当妾呀，去当妾呀。反正这门婚事我是不同意，喜鹊也不会同意，你们想都别想。若是啊，你不要总是盯着徐员外年纪大，他呀是真心想娶你们家喜鹊，不然一个妾进门怎么会做出这种正妻的礼数来？又是对八字，又是下聘礼的，他是心疼你们家喜鹊。这个家的事我做主，喜鹊的婚事我来定。麻烦你回去告诉徐员外，这门亲事我们同意了。哎呦，那可太好了呀！咱这事儿可就说好了啊。那我就回去跟徐员外说去，婚期咱们马上就定下来。媒婆正欲出去，陈喜鹊进来就把媒婆推了一把。哎呦，我的腚哟！哎呦，你回去告诉那什么徐家，我陈喜鹊宁死也不嫁，谁敢逼我，我就死给他看。喜鹊，婚姻之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还不回房去？陈梦清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？你只是想要这些钱财，你要拿我的命去换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哥哥。喜鹊，你疯了不成？爹，你居然打我！我喜鹊，你爹是个没良心的，你这婚事娘不同意，大不了我们娘俩搬出去住。好了，你们哭什么哭呀？我跟你们说实话吧啊，徐员外家大业大，本让我对你们先礼后兵，你们要是不同意，那就不要怪徐家做出别的事情来。徐员外说了，他对喜鹊是势在必得，如果你们敢反对，那陈梦清就别想要再找到活计。你们不让员外娶妻，你们家梦清也别想娶，无后可是大不孝。还有你们的田地，徐员外也想要毁了，只需要动动手指，你们自己考虑清楚。你们欺人太甚，别想威胁我，我死都不会去徐家的。威胁？徐家做事可不是说说而已。罗梅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眼泪也都收了起来。比起陈喜鹊的幸福，陈梦清娶不上媳妇儿更为重要，这断的可是他的香火呀。那个媒婆，刚才是小女无礼，这婚事我同意了，到时一定把喜鹊完完整整的嫁到徐府。爹娘，你说说爹呀！喜鹊，徐家是大户人家，吃穿不愁。你们让我去死吗？既然你们答应了，那婚期就在明天下午，徐府会让人送婚服过来，你们好好准备准备。明天会不会太急了？那个妾而已，徐员外一天都不想等。明天花轿就来接人，要是见不到人，后果你们是知道的。待媒婆走后，陈喜鹊被陈大志和陈梦清五花大绑的丢在房间里。
看着这些聘礼，陈大志眼里的笑意就没有停过。而陈梦清独自坐在院子外面，一直在告诉自己，妹妹嫁过去是享福的。第二日下午，徐家的花轿就到了长平村。苏洛他们在村口建房子，一眼就看到了迎亲的队伍。哎，正是，这谁家娶亲呢？昨天才来提亲，今天就娶走的，也太急了。张秀娟见赵如云不理她，又拉着刘芳芳问：芳芳，你家侄女成亲不办酒席，也不叫你们过去商量啊？刘芳芳根本就不知道今天是陈喜鹊出嫁，真是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啊。今日徐家娶亲，陈家嫁女，大家一起给新人送祝福，吃喜糖啊！苏洛牵着燕川和易欢站在村口不动，直直地盯着那座花轿，眼神讥讽，朝他微微抬起下巴，那是一种大仇得报的神情。苏洛，难道这件事情是苏洛做的？那件事儿苏洛没有来找他，原来不是他不知道，而是挖了更大的一个陷阱来害他。怎么办？他想逃走，奈何动不了，只能用头去撞着花轿。晚上到了徐家，直接送入洞房。呸！既然你这么不乖，老爷我有的是办法让你乖。滚！徐员外转身就去拿了一碗药，给陈喜鹊直接灌进去，自己也吃着虚空给他炼的大补丸——梨花与海棠的交织。第二日，徐府把陈喜鹊锁了起来，让人看着，千万别让他寻死。姨娘，起来吃午饭。你滚！你们害我至此，我诅咒你们都不能好死！陈姨娘，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乖乖的待在这里，不然我爹生气了，你是没有好果子吃的。你以为你们能挡得住我吗？我死都不怕。想起自己受到的屈辱，陈喜鹊宁愿被苏洛打，都不愿意跟那个徐员外，真是恶心至极。他后悔了，后悔去动陈易欢，他早该知道苏洛的手段的。陈姨娘，你可千万别有这种想法。你知道我们家后院那口井为什么会炸吗？那是因为里面怨气太重。你说你要是死了，那口井就刚好凑满8具尸身，如此一来，晚上你们要是哭泣还是出来玩，就有伴了。哼哼。哦，忘了说，有虚空大师的符阵压制，你们是出不来的。啊哈哈哈！你们敢杀人？大户人家死几个丫鬟和姨娘，不是很正常吗？还有，我警告你，这个徐家将来是我的，你对我说话最好小心点，不然有你好果子吃。来人，看好陈姨娘。他今天不饿，明天再给他送饭。要按照姨娘的饮食习惯来，这样野菜碎米就成，不然姨娘会不习惯的。洛洛，我们的新房子一天比一天成型，我看着心里高兴啊。婆婆，范大师说了，今年冬季前我们一定能有新房住的，再也不怕冷了。李牛和李婶儿做好豆腐送去福满楼，李婶儿闲下来就会来帮苏洛他们烧烧火，有时也会给他们打个下手之类的。张氏，一会儿那个肉我帮你下锅。李如凡，我们是拿工钱做事儿，什么都给你做完了，那我们做什么呀？等会儿还是我来吧，你去烧火就行。燕川娘烧火，我来炒肉。李婶，你也不怕别人说我让你白干活？说就说呗，我愿意，他们能把我怎么的？李婶正笑着把一盆肉倒进锅里，菜油的味道太浓，她一不小心就吸入了一大口油烟，这感觉就像直接喝了半壶菜油一样，嗓子眼难受的想要吐。来不及翻炒，李婶立马跑到草屋门口去吐，干呕的眼泪都跟着出来。李如凡，你怎么样了？是不是生病了？赵如云把她扶到大路边上坐下，李婶慢慢的才好受些。
李氏，你好点了吗？没事，一会儿就好了。李氏，你是不是有喜了？听到这话，李婶的心脏划过一阵涟漪，就如羽毛从心脏轻轻而过。我不知道啊。李氏，要不你去县里找杜大夫看看，我看你这样挺像的，和洛洛当初啊一模一样。是的，得去看看。燕川娘，你陪我去吧，我有点紧张。好，我陪你去。刚好这时李牛也从县里回来了，一到村口就看到几人围着他媳妇儿。怎么了，媳妇儿？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老李，我是有点难受，想先去县里看看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。苏洛交代燕川和易欢不要乱跑后，就扶着李婶儿一起上了牛车。济安堂，杜修远亲自给李婶儿把脉，从脉搏上就能感觉到李婶儿突突突的心跳。别紧张。杜大夫，我媳妇儿怎么样了？啊，她没事儿，是喜脉，有1个月了。杜大夫，你说我媳妇儿有喜了，是不是真的？我没听错吧？没错，是喜脉。媳妇儿，我李大叔，现在可不能抱李婶啊，这才1个多月呢。对，不动，媳妇儿，你想吃什么？我现在就去给你买。我想吃酸椰杨梅。好，你们在这等我，我立刻去给你买。苏娘子，这么些天，你的房子建得怎么样了？一切都在正常的进行中。我不在的这1个月，你都在做什么？苏娘子，你教我的东西，我一直练着呢。我找了个更好的方法去练，就不用去那个地方找人来练了。哦，是什么？我最近和县衙里的仵作在一起，有案件发生时，我和他一起解剖缝合，如今外部伤口已经能动手医治了。你做得很好，杜大夫，不如你也教我把脉吧，就先从喜脉开始。苏娘子，喜脉算是简单的脉象之一，且脉，左手心肝肾，右手肺脾命，这3根手主要是寸脉、关脉、尺脉。按照杜修远的说辞，苏洛再细细地感受李婶儿的脉象。怎么样？是不是脉象如珠，脉搏的跳动要比常人快呀？苏洛切完李婶儿的脉象，又来看看他的，确实李婶儿的脉搏要快一些，只是不像杜修远那样还能摸出是几个月的脉象，他还需努力和杜修远互相学习。中午3人是在济安堂吃的午饭，回长平村的路上，牛车也不敢赶太快，怕颠了李婶儿，简直是比他们走路都还慢。看到赵如云他们，李婶儿就迫不及待地把这件高兴的事情告诉大家。这么多年了，2人的求子之路大家都看在眼里，是真心为他俩高兴。回到家里，李牛自己去泡黄豆做豆腐，让李婶坐着，什么都不让他干。老李，其实我能有孕，多亏了苏洛。媳妇儿，这和苏洛有什么关系啊？其实我并不喜欢吃食叶草，可苏洛说了，食叶草和豆腐一起吃会助我有孕，没想到我真的怀上了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我们真的要好好感谢苏洛，这个孩子算是苏洛带给我们的。媳妇儿，这个月给苏洛的豆腐，我们就不收他的银子了，我们就当表达一下我们的谢意，你说好不好啊？好。媳妇儿，我们卖豆腐也有些银子了，等孩子出生，我们还要送他去学堂，做一个有学识的，不要像我们这样才好。你想得太远了，孩子还没生，万一是个女孩呢？女孩也好，女孩我也喜欢，我一定要好好对她，让你和孩子过最好的日子。洛洛，村长让我来跟你说。赵如云和燕川一欢回到瓦窑，看
看到瓦窑里又多了3个袋子的米，话语停顿了一下。洛洛，你今天又去县里买米了？是啊，婆婆，你刚才说村长让你干什么？村长让我来给你说，明天县令会来，叫你明天别出去。县令要来，苏洛大概也猜得到。地里的茄子熟透，3家都没有再摘下来，县令要来收走也理解。我知道了。那洛洛，你收拾一下就到村头去，晚饭快做好了。好。赵如云走后不久，娘儿仨几个也一同去了。吃了晚饭，苏洛和刘芳芳他们一起收碗，还要拿到河边去洗好才回家。川川、欢欢，你们过来。娘，你们的千字文学的怎么样？都认完了吗？字是认全了，可我和哥哥还写不好，笔不听话。字写的不好，我们还可以慢慢练。但今天为娘要教给你们一个新的东西——数字。数字？娘，就是我们平时数数的数字吗？没错，你们去学堂学的可能是大写的数字，但我教你们的是另外一种更简洁的数字。苏洛用笔在纸上写1到10的阿拉伯数字。这就是1到10，只要把这个10个学会了，10到100乃至成千上万，我们都可以用这10个来重复使用。娘，那这个也太简单了吧？数字只是我们学习的第一步，算术才是学习的开始。算术之海无边无尽，就像是范大师给我们建房子，只要你学会了算术，房梁长短、地基大小、要多少的砖和瓦，这些在纸上就能算出来。学会了算术，笔算、口算、心算，将来不管你们走到哪儿都不会吃亏的。最不济当个账房先生，那也是算术最快的。娘，我们要学算术。欢欢也学。好。第2日一早，江县令就带着10多个衙役一起来到长平村，还有3辆空的马车。和村长说明来意，就让人去地里把茄子给收起来。县令大人，我还是那句话，这个种子先给我们村的人，剩下的你再运去京城。苏娘子，南宫公子特意交代了，本官自当遵守，1斤1两银子，本官也不会少了苏娘子的。衙役们自己去摘茄子，苏洛和陈婶儿他们都不用动手。趁这个空隙，村长拿起铜锣去村里面敲响，让村里人都到村口集合，就说县令来，有大事要商议。不到一会儿，村口就人满为患，摘茄子的衙役也都回来了。村里人看到这些茄子，这么久了，只听说这是个能吃的，全村也只有村长和苏洛还有陈平安家有，不知道这个跟县令有什么关系。苏娘子，这茄子要如何分配给村里人，又如何提取种子呢？村长，你觉得2户分一个茄子的种子，这样能行吗？只能慢慢来，就按2户一个茄子分吧。县令大人，你看可行？就按苏娘子说的做吧。好，各位父老乡亲，这个茄子大家应该都听村里人说过，在村头我们也吃过它，味道是大家一致认可的。吃。燕川娘，我们家孩子爹说了，这个茄子好，还叫我们明年跟你借点种子呢。燕川娘，你能给我们留点种子吗？燕川娘，我们也要。都有，今天就是给大家送种子的。村里户籍，村长那里也有，他叫到名字的，谁就上前来领茄子，谁和谁分，村长也都安排好了。不过念到陈大志一家时，他们最近有银子，根本就不屑来这里。各位，既然大家都拿到了茄子，我就来教大家如何取种子，还有怎么储存。县令和师爷也要细细的用笔记下来，这个可是要拿到大司农那里去的，可不能有误啊。苏娘子，那如何存储才能保证明年的正常种植呢？
这个很简单，种子在阳光下晒干之后，大家用一块布把种子包裹起来，再放入罐子里保存。如此，种子就能够既保持干燥，不受水分的影响，可以使种子继续休眠，昆虫也伤害不到种子。苏洛说完了，大家也大致明白，这茄子和黄瓜的留种方式差不多。县令大人，我的茄子我能做主，村长和小叔的那我就不能了。本官不会让3位吃亏的。县令还没称的时候，苏洛先从筐子里拿3个出来，他自己留一个，答应给张秀娟的也给他多留一个，剩下的一个给李婶儿。诸位父老乡亲，你们手上的茄子拿回去一定要好好种植，待到明年的这个时候，本官还会回来和诸位收种子。送走了县令，苏洛才又到村头的灶房里，把一个完整的茄子给张秀娟。张婶，这是我特意留给你的。苏洛呀，这，我和铁柱家分了一个茄子种子，你这还给我，这不太好吧？那是你和村里人分的，这个是我送给你的。张婶就不想多种一点茄子吗？苏洛，婶婶谢谢你，你和你婆婆总是照顾我。我在你们这儿每天吃好喝好的，我已经很感谢你们了。张婶这说的哪里话？你是凭劳力啊，和我等值兑换的，不需要感谢。张婶，陈喜鹊3日回门了吗？这个呀，这个陈喜鹊简直就是丢我们长平村的脸，从古至今还没有哪个女子嫁出去不回门的，还是个贵妾呢，拿10两银子就打发罗梅一家，真是耻辱啊！如此正合了苏洛的意。有虚空那老道在，陈喜鹊从此别想再出徐家的门，除非他死。剩下2个茄子，苏洛交给赵如云一个，他们自己留下来，一个拿去给李婶儿当种子。8月25又是一个赶集日，苏洛带着燕川和易欢一起去县里。川川、欢欢，你们想吃什么早点？包子还是面条？面条。妹妹呢？哥哥吃什么，欢欢就吃什么。苏洛带2个小的去了一家面馆，路边的面苏洛吃过，不好吃。吃完了面，再去布庄买衣服。路过一个茶楼，燕川突然停住不走。苏洛一看，他正在听里面说书先生讲的什么故事。怎么啊，川川，要进去听故事吗？娘，说书先生在讲严丞相的故事。我听王铁柱说过，严丞相以文治国，也是从农户一步一步考上去，我很敬佩他。娘，我也想听故事。好，既然你们2个都想听，那我们就进去听听。小二见苏洛还带有2个小孩，把他们带到最靠前的位置，这里不光听得清，还能避免后面吵。这位娘子，你要什么茶点？要你们这儿最好的茶，还有适合小孩的茶点也要来一些。好嘞，你要的东西马上就来。话说呀，这严和泰也是从种田开始的，家中老母为了他的科考之路，那是吃尽苦头，奈何人家是天取星下凡，一路过关斩将，直击状元郎，如今更是居于丞相之位。如今家母高堂坐，严丞相处着贪官，无一不受人尊敬。正所谓出生事情并不可怕，只要努力了，人人都有出头之日。好，说得好，再来一段。那我就再给大家讲一段严丞相考科举的事情，那叫一个天时地利人和。娘，我长大也要像严丞相那样努力读书。川川乖。笑容还未凝滞，眼前就走过了一个熟悉的人。陈梦清手里提着4、5包礼品，弯腰低头的奉承他面前的人。冯掌柜，您请。小陈呐，听说这个茶楼又进了一种新茶，品质唇齿留香，不知是不是真的？冯掌柜，您今天想喝什么茶？我请您喝。说完又转头去看苏洛一眼。
苏洛没有理会他，倒是燕川和易欢死死地盯着他，像是看敌人一样。小陈，你认识啊？不，我不认识。冯掌柜，我去和春楼的事儿，你看……哎，别急呀，你的事儿我会帮你盯着的。不过你要是懂规矩的话，那事情就简单了。冯掌柜，规矩我懂，您受累了。冯斌收了陈梦清的10两银子，抬眼就看到陈梦清边上的苏洛。见苏洛满脸鄙夷还有不屑的样子，就好像他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被人发现了，心里倏然火起。等等，说你呢？哪儿来的小妇人，也敢看不起你大爷？娘，我们回去吧。好，我们去吃饭。背起背篓，苏洛就牵着燕川和易欢往回走。经过冯斌和陈梦清面前时，冯斌突然就拉住苏洛的背篓：“给老子道歉，不然别想走！”放手！见到发生冲突，店小二也不敢过来，只能去找他们东家。冯掌柜，你别和一个妇人计较，放他们走吧。陈梦清，和春楼的账房先生，你还想不想做了？你给冯掌柜道歉！苏洛讥讽，右手在燕川的肩膀上拍了一下，他立马明白苏洛的意思，拉着易欢跑到一边去，身形一凛，双手从背篓的肩带挣脱，左手在半空接住背篓，一脚踢在冯斌的大肚腩上。哎呀！冯斌被踢在了椅子上，木质的椅子一下子往后翻倒，冯斌摔倒在后面的桌子上，一壶热茶倒在了他的大腿根部。顾不得手上被背篓刮破的伤，冯斌两手捂住烫伤的位置，瞪大眼睛仰天长啸：“苏洛，冯掌柜，你怎么样了？有没有事啊？”“哎，快去给我找大夫！你等着！”茶楼东家过来时，好多客人都走了，乱七八糟的，茶壶和茶杯也碎了好几个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谁干的？捡起背篓重新背好，陈梦清和冯斌已经走了。苏洛又拿出2两银子给茶楼的东家：“你的损失我赔，不用找了。”“哎，好，娘子常来啊。”出了茶楼，苏洛带2个孩子去福满楼吃饭。没有位置，掌柜的只能带苏洛和2个孩子去3楼，这里有个小房间，是南宫清专门吃饭的地方。苏娘子，您稍等，菜马上给您送上来。对了，高掌柜，南宫清去北凉，他有没有说是什么时候回来？去北凉路途遥远，北凉人呢又对我们视为仇敌，东家归期不定，顺利的话1个多月，还有就看情况了。高掌柜，和春楼和满福楼并为永乐县2大酒楼，他们的情况你知道吗？苏娘子，现在的和春楼和我们是不能比的。自从有了您的菜加入之后，和春楼简直是入不敷出，死撑到现在。小的敢说，不出2个月，和春楼必倒。届时永乐县的酒楼为我们一家独大。看来陈梦清根本就不知道实情啊，盲目的想去和春楼当账房先生，为此还把家底都搭上了。那个冯斌用和春楼吊着陈梦清，或许也不止陈梦清一人，好一招狗咬狗啊！如此一来，冯斌在和春楼还没倒闭之前是没有时间来找苏洛的麻烦的。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，苏娘子。川川、欢欢啊，看到娘打架，你们是不是怕了？娘，能动嘴时就动嘴，敌不动我不动，能力在他人之上便可动手，能力不足时先认怂后用脑。川川，这些话是谁教你的？娘，那是哥哥叫王铁柱偷他爷爷的书看来的，是一本打仗的书。你们2个以后想看什么，娘都给你们买，但现在还是要以学习的书为主要。
我们会学习的，奶奶也会看着我们。娘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另一边，陈梦清带着冯斌去就近的一家药铺，大夫见此烫伤，也只能弄点清凉的药擦擦。大夫，我这还能用吗？哎，看命吧，治好就能用，治不好就……哎。大夫的哀叹声最为窒息，冯斌现在想杀了苏洛的心都有。他干嘛要未逞一时之强？要是以后不能人道，和太监有什么分别啊？大夫，你可一定要治好我呀！多少银子都无所谓。哎，老夫尽量。陈梦清，刚才在茶楼，我好像听到你叫那个贱人的名字了。你是不是认识他呀？快告诉我！我不认识他，冯掌柜，我那是替你骂他呢。他娘的，老子下次再看到他，绝不让他好过！哎呀，是，冯掌柜，你都受伤了，要不让我先去和春楼当账房先生，上工时可以帮你看着掌柜的位置，下工时也能照顾你啊。小陈啊，你要是不照顾我，还有很多人想照顾我，而且孝敬我的东西，我现在都给大夫了。听说你妹妹嫁给了德良县的徐家，那可是大户啊。要不你再去找你妹妹借点银子过来，等我好了，立马让你进和春楼。我去找我妹妹，但她生气不理我们了，徐家根本就不让我们见她，哪里还能要到银子？那是你们的问题，反正想去和春楼的人大有人在，我要不是和你熟啊，机会也不会留给你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家里的田产还有一点，为了去和春楼已经投入这么多了，陈梦清一定要把银子赚回来，看来只能再去卖田了。9月这2天建房子的人也有几个请假的，家里的稻谷要收了，家中没人的或只有老人的，就要先去田里把稻谷收了。苏洛让村长把大伙儿都叫了过来。诸位，这几天家家户户都要收稻谷，我们就放2天假，让大家先把稻谷收完再来干活。燕川娘，我们家有人收稻谷，我们可以不用放假的。是啊，燕川娘，我家里还有我媳妇儿和爹娘都能去收，我还可以干活的。各位乡亲，把稻谷收好了过后再来干活。不过我答应大家，这2天就算是不干活，我也照样给你们算工钱，所以大家明日就安心回去帮家人收稻谷。燕川娘，我替村里人感谢你，真心的。我和我婆婆也是要去收稻谷的，村长你也是，要是错过了最佳的秋收时间，就算是不下雨，稻谷也会被麻雀吃掉，大家这1年不都是白干了吗？2日时间过去，早早的赵如云就起床去村头给工人做早饭。他们放假的这2天全是范高岑做的饭。燕川和易欢也习惯了早起，跟着赵如云去村头。南宫公子啊，你在这儿多久了？伯母冒昧了，我来找苏洛的，我已经允许只能在篱笆外等候。洛洛还没起呢，你们稍等，我去叫他。赵如云进到瓦窑时，苏洛就已经在穿衣服。洛洛，南宫公子和阿旭来了。我听见了，婆婆，你先带燕川和易欢去村头。哎，你快点儿，别让人家久等了。说完，赵如云就带着2个孩子过去。你们进来吧。苏洛，这是我亲自去北凉弄回来的乌金，路上还请等管理职务的人看管，现在交给你。你们保存得很好，等我梳洗一下，我们就去找云台。苏洛记得从瓦窑往后走20多米的位置就有个几棵云台的，现在一看旁边多了好多狗屎，那云台被吃得秃没了。阿旭和南宫清望向苏洛，3人面面相觑。苏娘子，这就是你说的云台啊？这是石头和花干的，
你找他们说理去啊。我怎么能和狗计较？看来只能去别的地方再找找。那就只能去山上那些地方，附近几乎都是被村里人挖了危机了。又回到瓦窑，苏洛背起背篓还有挖菜的小锄头。阿旭被苏洛和南宫清赶到篱笆外去等他们。回来时他不小心踩到狗屎，整个人骂骂咧咧的。苏娘子，冬至时把你们家的狗吃了，这太恶心了。你要是把燕川和易欢的狗给杀了，那我就让你给他们当宠物。公子，这属下受辱便是你受辱啊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三人找了一圈也没有看到云台，只能往更远的地方去找。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，两人就消失在了苏洛的面前。上山已经1个时辰了，这两人不会走丢了吧？前面就是深山了，听赵如云说那里有大型动物，虽然苏洛没见过。公子，我找到云台了，你看。阿旭挖了好几棵野生云台，这是他在下游小溪旁挖到的。溪水的声音盖过一切，而他一心只想把云台挖回去，根本就没有听到苏洛他们打斗的声音。现在看到两人站着的地方，地下和树枝上全是血，还有一头黑野猪倒在那里，这痕迹明显就是刚才有过一番打斗。公子，属下失职，请公子责罚。你的确失职，该罚。今日是苏洛救了我，要怎么罚，苏洛说了算。苏娘子，是我没有保护好公子，请您责罚。把阿旭身边的云台放进背篓里，对还在跪着的阿旭道：你去把云台都挖回来，对你家公子也算是功过相抵，要不然你帮我把这头野猪扛回去。是。洛洛，你这是不是受伤了？怎么全身都是血啊？我没有受伤，这是那头野猪的血。赵如云把苏洛转了一圈查看，眉头紧皱。洛洛，你们是不是去深山了？你不是答应过我永不进深山的吗？伯母，你别怪苏洛，是我们不小心进山遇到了野猪，和苏洛没有关系。南宫清给赵如云解释着，别人家婆媳都是矛盾相向，但苏洛和赵如云相依为命，更像是母女。婆婆，阿旭武功高强，你不用担心我的，有他在我们才敢去深山外围，里面我们也不敢去的。武功高也不要再去深山了，不怕1万就怕万一，要是有什么意外。婆婆，我错了，我肚子也饿。唉，你们进来吃饭吧，范大师和村长他们已经吃过了，我给你们留了饭菜。三人围在一个桌子吃饭，燕川和易欢吃过了，两人一人坐在苏洛的一边。娘，你要听奶奶的话，深山危险。好，娘答应你们再也不去了。南宫叔叔，阿旭叔叔，我不允许你们再带我娘去那么危险的地方了，你们听到了吗？叔叔知道了。苏洛被2个小孩保护在中间，只觉得幸福无比，他喜欢这样的生活。而南宫清却不是这么想的，看着燕川和易欢，到底是什么样的父亲才会生出这么优秀的孩子？苏洛，燕川他们的爹在军营里应该有名册的，以我的能力，要不要我帮你查一下？我不是故意替你的伤心事，我是想，你相公这么多年都没有音讯，也不像传言那样，也许还活着呢。听到南宫清的话，赵如云手里的碗筷都掉落了一地，双眼朦胧地跑到南宫清身侧问道：南宫公子，你真的能查吗？没有消息，真的可能还活着吗？伯母，这种事儿军营里也有过，但是对于燕川父亲，我也不能确定，只能帮你们查查。洛洛，你说话呀！查吧。南宫公子，那怀旭的事情就拜托你了，不管得到的消息是什么，
你一定要告诉我们。吃过饭后，南宫清准备和阿旭先回县里面去。从北凉奔波到现在，两人都没有好好休息过。苏洛，吴京和云台就交给你了，你一定要好好培育。北凉的地界，我可不想再闯一次了。我会用我所知的知识来培育，你放心吧。身上和脸上都是血，赵如云让苏洛回瓦窑洗洗，把自己收拾干净，家里的脏衣服苏洛也一并拿去河边洗，直到搞好一切才去村头和赵如云他们一起做饭。苏洛到时，赵如云、刘芳芳他们已经把野猪给弄好了。燕川娘，这么大的一头猪，我们要做5、6天才做得完。张婶，这个肉要是放到5、6天之后，那就吃不得了。那怎么办？肉坏了还怎么吃？苏洛想想，去村口砍下一扇棕榈叶来，洗干净，把野猪切成1斤1斤的来，开个洞，用棕榈叶穿进去绑起来，弄了30多份。等吃完晚饭，就把这些分给村里来干活的村民，让他们家里人也尝尝这野猪肉。罗梅不知何时来的村头，双手环抱，抬头挺胸，趾高气昂地站在苏洛面前。哎呀呀，罗氏，别在这挡路，我们忙着呢。张秀娟，你敢给我泼水，信不信我要你好看？哼，你倒是来啊，我还怕你不成？哼，真是无知村妇，粗鲁！我家喜鹊嫁到了徐员外家享福，我儿子现在当上了和春楼的账房先生，在那里1个月可只有5两银子。媒婆现在都把我家门槛踩烂了，你们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。罗梅特意来村头说出这一通话，还意有所指，指桑骂槐。他说他的，反正过不了多久啊，就有他哭的。昨晚苏洛还收到虚空给他写的信，说才短短1个月，徐天河就把陈喜鹊折磨得不人不鬼，肋骨断了2根，又不让他去死。还有虚空的助攻，说陈喜鹊阴气压过了徐天河的阳气，他身体越弱，吃的苦越多，徐家的运势就会越好。眼下陈喜鹊是1天只吃1顿白粥，瘦成了皮包骨，徐天河又和一个新买来的奴仆好上了。陈梦清就更不用说了，和春楼马上倒闭，他又能当几天的账房先生？你家女儿好，连门都不回，儿子这么厉害，你倒是娶个媳妇儿回来呀！走走走，晦气！你懂什么？如果不是书香门第的小姐，谁能配得上我儿子？滚！再不滚，别怪我往你身上泼水！还想再骂，见张秀娟又舀了一盆，连忙拔腿就跑。小样，我还治不了你！南宫清既然回来了，8月的分红，苏洛自然是要去和他算了。不过苏洛进去才发现，里面还有一个他不认识的人，身形微胖，50多岁的年纪，此时正坐在南宫清面前，一脸暗沉。苏洛，过来坐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傅老板，和春楼的东家。傅老板，这位苏娘子也是我们福满楼的东家之一，你刚才所说的事情也要他同意才行。傅老板好。没想到福满楼的东家还有一位女子，失敬失敬。傅老板，把你的想法和苏娘子说说，如果她同意了，本公子自然也没有意见。好吧，苏娘子，我傅某就直说了，我想把和春楼卖出去，回乡安度余生。望言整个永乐县，只有你们福满楼能吃得下我那酒楼，不知你们可有意向，要不要开个分店呢？南宫清，你是大东家，你怎么想？分店的经营权将来都是你和阿旭的，你的意见比较重要。这样吧，傅老板，我们先去和春楼看看再做决定，如何？当然可以，几位请。
在没遇到苏洛时，两家酒楼平分秋色，各有千秋。装修风格和福满楼大同小异，后厨甚至比福满楼还要大些。傅老板，你们和春楼没有大包间吗？要是聚餐人多的话，这样的小包也不够吧？哈哈哈哈，苏娘子考虑的是啊，大包间在3楼，几位楼上请。你喜欢吗？喜欢就盘下来。看完再说。回了南宫清一句，苏洛他们就跟着傅德庸上3楼。和春楼已经停业几天了，3楼的包间也都是关着的。才到楼梯口，就听见椅子拉扯，还有人吵架的声音。冯斌，你居然骗我，害我把全部家当都给了你，你还我银子，不然我就和你鱼死网破。陈梦清，你放手！当初是你求着我要来和春楼当账房先生的，这都是你自愿的，与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把我妹妹的聘礼都给你了，可你呢？你没有告诉我和春楼要倒闭，要不是我把账目全拿来算了一遍，还要被你蒙在鼓里。你还跟我说什么停业整顿，账目都是亏损的，和春楼起不来了，起不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小陈，银子我给你。得到新鲜空气的冯斌连咳良久才缓过来，拍着陈梦清的肩膀道：小陈，别闹这么大动静，有话好好说嘛。银子没有，咱们可以想办法去弄。你要是杀了我，你也得偿命呢。你也不想想，你家就只有你一个儿子，你要是死了，谁给你父母养老？谁给你妹妹当依靠啊？你别犯傻了。闭嘴，我只要银子，你把我的银子还给我，不然我就去找东家。你和钱账房吃了和春楼多少银子，我算得明明白白。你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听到冯斌贪污自己的银子，傅德庸握紧拳头就想冲进去抓人。南宫清用扇子抵住他的手，让他再等等。冯斌冷笑：小陈，你还是太年轻了，我要是被抓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不如我们合作一把，让你我都能得到一大笔银子，让我们共赢，怎么样？你说要我怎么样？现在账房在你手里，你只要在账目上做点手脚，把银子弄出来不难。反正和春楼现在亏成这样，就把账目记在每日买的菜上，没有客人来吃，菜又扔了，往贵了写，等东家查账的时候也查不出来。到时候我们5-5分成，你付出的银子这不就收回来了吗？放你狗屁！这要是被发现，是要吃一辈子牢饭的。怕什么呀？没人会发现的。是吗？东家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怎么办？要怎么解释傅德庸才会放过我？我什么都没有想，我是听到了。冯斌，你在我这当掌柜这么久，我对你不薄吧？你居然敢在背后插我一刀！好啊你，今天事情败露，咱们公堂上见。不，哎呀，东家，我错了，你就看在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没有功劳我也有苦劳啊！我贪的银子也不多，你就别报官了，放过我吧。冯斌跪在地上求饶，转而再看向傅德庸身后的苏洛和南宫清3人，仓促之间指着苏洛道：是你，看什么看，滚！住口！苏娘子也是你能骂的吗？你个废物！你们2个狼狈为奸的东西，我已叫人去报官，等着官府的人来，有你们好果子吃。东家，我是新来的，我没有贪过和春楼的1文银子，您别带我去公堂。苏洛，你帮我说句话，救救我呀！苏娘子，你认识这个账房？傅老板，
我不认识。怎么能不认识？苏洛弟妹，你可是我的二弟妹呀！看了跪在他面前的陈梦清一眼，又看了看苏洛，这情形不用言说也知道两人是认识的。小伙子，你想让我放过你也不是不行，只要你把冯斌私扣和春楼的账本查清楚，我就放你一马。好，我查，我都查。傅老板，既然你有急事要处理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南宫公子，那我们的事情，我们回去再商量一下，有结论了再谈。马车内，苏洛，和春楼看了一圈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和春楼很好，只是傅老板说的是卖，不是转让，我们有那么多银子能盘下来吗？你要是满意，我过2天就盘下来。我还有几幅名家字画。你的字画能值多少银子？独家孤品，值万金。公子，那些字画都是夫人留给你的，你不能卖啊！阿旭，闭嘴。那个南宫清，要不字画还是别卖了吧，盘不下来也就算了，以我们的能力，明年再开分店也不迟。既然你满意，我们就做。银子，我来想办法。南宫清也有自己的打算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和春楼而已，和苏洛比简直就是一文不值。还没决定下来，分红暂且就搁下。瓦窑里，赵如云把稻谷归置放好，他还想着明天吃完午饭后就去捣成米来，可现在一看，居然有2袋米是捣好了的。